Hello，大家好，我是小兰。今天这个印度又成主角了。要说这个国际政治有时候你仔细瞅瞅，真跟这个小孩子过家家似的。这表面上看一个个是西装革履的，人模人样，那说的都是国家大事好像背后藏着有多深的计谋。但是实际上呢，那操作那情绪简直了跟这个幼儿园小朋友闹别扭是一模一样，让人是看得哭笑不得呀。最近嘛，这个幼儿园里最大的两个小朋友董王和莫迪老仙儿又给我们上演了一出好戏。这两个人的关系那真的是跟坐过山车一样是跌宕起伏，峰回路转。这前一秒呢还手拉手好朋友呢，后一秒呢就互相不理人，甚至拳脚相加。这不最近又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全世界的观众都准备好小板凳，看看他俩这回又要唱哪一出。咱们先把这个时间往前倒一倒，看看这两人之间掰的到底有多彻底。话说特朗普这个人大家都知道，这性格就跟那个6月的天一样，说变就变。他跟莫迪一开始好的那叫一个穿一条裤子那俩人见面又是熊抱各种夸。这特朗普说莫迪是伟大的朋友，莫迪呢也夸特朗普是真正的伙伴。那段时间这媒体上铺天盖地的都是美印蜜月期的新闻，感觉这两个国家马上就要结成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了。结果呢，好景不长突然之间这个画风就变了。特朗普挥舞起关税大棒，对着印度就是一顿猛砸。你猜他跟这个印度加了多少关税？50%，50%朋友们，这个是全世界最高的待遇了，独一份。这就好比你请朋友吃饭，结果呢他给你上了份全世界最贵的账单，还跟你说咱俩关系好我才这么对你的。光加这个关税还不够，这特朗普还开动了他的嘴炮模式，对着这个印度就是一顿奚落嘲讽说这个印度是死亡经济，各种难听的话都往外说呀。他自己骂他爽了，手下那帮当官的更是有样学样一个是撸起袖子把这个印度骂了个狗血喷头。比如那个美国财长叫贝森特的，公开指着印度的鼻子说你就是个奸商，你印度就是纯粹的投机倒把。这话多难听还有那个白宫的高级贸易顾问纳瓦罗更绝直接把俄乌冲突的帽子扣到印度头上了，说那是莫迪的战争。我的天哪，这下可把这个印度人给整不会了他们本来以为自己是这个美国的心头肉，是卿卿我我的亲密盟友，结果一转眼发现自己成了美国老拳相加的沙包。这感觉吧，就好像你以为你在谈恋爱，结果对方只是把你当成了练拳的靶子。那当然了，咱们也得说句公道话，这国际关系嘛，本来就不是请客吃饭，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今天给你热烈拥抱，可能就是为了明天捅你一刀的时候能捅得更准一点。这还不算完，最让莫迪下不来台的是这个特朗普到处炫耀的一件丰功伟绩。这特朗普最喜欢跟别人吹牛了说他成功的调解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冲突。有一次他跟这个记者透露他说我当时就跟莫迪通了电话，我威胁他你要是不马上停止战争，24小时之内我俩的贸易协议就完蛋。你猜怎么着？他怂了呀，只用了5个小时就乖乖停火了。这话一出来印度那边就直接炸锅了。为啥呢？因为在这个印度的官方宣传里那一次停火完全是巴基斯坦顶不住了，主动求和，跟美国呢没有1毛钱关系。你特朗普现在跳出来说是你威胁的，还说莫迪迫不及待的就范了，这不就是当着全世界的面啪啪打我们印度脸吗？你让莫迪这张老脸往哪儿搁呀？这下这个梁子算是结下了结果就是这个美国和印度从这个好兄弟彻底就变成了死对头。美国那边呢50%的关税说加就加，这莫迪这边呢也硬巧，据说是一连4次直接拒绝了特朗普打来的电话。嘿，这就有意思了真是应了那句话都是1000年的狐狸，你跟我玩什么聊斋两个人心里都憋着一股气，看谁先认怂。那么谁最先转弯呢？还得是咱们这位不按常理出牌的特朗普先生。前段时间不是开了个上合组织峰会嘛？这会上咱们中国的领导人、俄罗斯的普京还有这个印度的莫迪坐在一起聊得挺开心的，还拍了张合影。这张照片估计是深深的刺痛了特朗普的心。他看完照片悠悠的发了条推特，那叫一个酸他写道：看起来我们已经把印度和俄罗斯输给了中国，祝他们未来长久繁荣。
哎，你品品这个话啊，这个醋味儿，隔着太平洋都能闻到。他心里想的是，莫迪，你个浓眉大眼的家伙也叛变了，居然背着我跟他们玩到一块儿去了。发完这条酸溜溜的推特之后没多久，就有记者追问他，总统先生，你觉得谁该为美国输掉印度这件事负责呢？按理说，以这个特朗普的性格，他肯定会接着炮轰印度啊。但是万万没想到，他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那转的叫一个丝滑呀，一点都不带卡顿的。他是这么说的啊：我不认为我们失去了印度。他接着说，我始终是莫迪的朋友，他是一位杰出的总理，我只是不喜欢他现在做的一些事儿，但是我会一直跟他保持朋友关系。印度和美国有着非常特殊的关系，大家无需担心，我们只是偶尔有些小插曲。哎，你听听啊，这是同一个人说的话吗？前几天还骂人家是死亡经济啊，你现在就成了杰出总理和永远的朋友了。哎，不得不说啊，能打败特朗普的只有第二天的特朗普，只要他自己觉得不尴尬啊，那尴尬的就是我们这些吃瓜群众。更有意思的是啊，这特朗普这番示好的话呀，他们没有发在自己的推特上，这就很微妙了，像是说给特定的人听，又不想搞得人尽皆知。这可难不倒莫迪啊，莫迪那边估计早就等着这个台阶了。他很快就转发了一条第三方媒体报道特朗普最新表态的推文，然后自己也表态，就2句话啊，但是句句都是学问哦。第一句呢，深表赞赏并充分回应特朗普总统对印美关系的看法及积极评价。哎，翻译过来就是啊，老特啊，你夸我的话我听见了，给你点个赞。那第二句啊，印度和美国已建立积极且具有前瞻性的全面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再翻译一下就是，放心，咱们俩的关系还是很不一般的，那可是全球战略伙伴呢。最后呢，这个莫迪还特意艾特了特朗普和白宫的官方账号，这操作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呀！既接住了特朗普递过来的橄榄枝，显得自己很大度，又把这个球啊巧妙的踢了回去，还顺便提醒了一下全世界啊，看见没？是这个特朗普先服软的哦。好了，这出分手复合的大戏啊，看到这里，大家伙肯定就纳闷了啊，哎，这俩人他到底在搞什么鬼啊？这好端端的关系，怎么说崩就崩？那现在又说好就好呢？这原因啊，其实挺复杂的。但是最核心的，我个人觉得啊，还是那句话，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者说啊，是伤了面子。这印度买俄罗斯的石油跟美国有贸易顺差，这些都是导火索，但不是根本原因。最根本的原因啊，可能就是特朗普那个心心念念的诺贝尔和平奖。咱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啊，大概是6月份，这个特朗普给莫迪打了个电话，电话里呢，这个特朗普可能就是各种旁敲侧击啊，各种暗示。哎呀，莫迪啊，你看啊，你们跟巴基斯坦打的那么厉害啊，是我一句话给按下去的吧？你看巴基斯坦那边啊，都有人提名我得诺贝尔和平奖了。哎，那你是怎么看的呀？这话这个莫迪怎么接呢？他根本没法接啊！前面咱们说了啊，在这个印度的叙事里，停火是自己牛，跟这个美国没关系的。那如果莫迪现在点头同意提名特朗普，那不等于就承认自己当初是被这个特朗普给吓唬住的？这在国内啊，绝对是一场巨大的政治危机啊！他这个总理还想不想干了？所以啊，这个莫迪他必须得拒绝啊，可能还拒绝的比较生硬。这下可就捅了马蜂窝了，这个特朗普当场就勃然大怒啊！他心里想的是，哎，我帮你平了这么大的事啊，这是我最伟大的外交功绩，我想要个诺奖，你居然这点面子都不给，反了你了啊！大家知道，特朗普是典型的冲动型人格，他一冲动就容易做出冲动性的决策，所以啊，这个什么关税大棒抡起来了呀，各种羞辱性的言论也就出来了。美印关系啊，就因为这么一个面子问题，瞬间呢就从这个蜜月期掉进了冰河期。你看啊，在地缘政治里最脆弱的往往不是利益的链条，而是这个领导人那颗敏感自尊心。最危险的冲突啊，也往往不是源于什么深仇大恨，而可能就是源于一句被轻视的话，一个没给够的面子。那么接下来会是怎么样呢？咱们不妨也来当一回预言家啊。特朗普的个性他就是这样子的，要问号就问号到你祖宗18代，要变脸也是变得比翻书还快。
那接下来啊，他很可能会一边敲敲打打，继续在一些小问题上骂骂咧咧，不让美国占点便宜，他心里不舒服呀。那另外一边呢，他又会吹吹打打，在公开场合把这个莫迪夸上天，给足印度面子。印度这边呢，莫迪他也不是傻子呀，肯定是就坡下驴，笑脸相迎。最后呢，两个人找个机会再来一次熊抱，开个发布会，宣布我们还是好兄弟。那之前的不愉快啊，就当是打是亲，骂是爱了。到时候这个特朗普肯定又到处吹牛啊，你们看我又赢了，我一出手啊，这个印度就乖乖回来了，还带来了投名状。莫迪那边也不会说，他会跟国内的民众说啊，你们看啊，我4次不接他电话，给他点颜色看看，他特朗普不还是乖乖松口了，说明我们印度强大了。你看看，双赢啊，皆大欢喜啊。这次的矛盾啊，已经把两国关系里最脆弱的那一面给暴露出来了。那即便表面上看是和好了，那大概率也是同床异梦啊，再也回不到过去了。为啥呢？因为有些根本性的问题啊是解决不了的。印度它不可能不买这个俄罗斯的石油啊，这是它的能量安全命脉，也是它和这个俄罗斯传统友谊的基石。如果这个印度为了美国而背信弃义，那它在国际上的信誉就完了呀。那同样，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对印度来说，它也是一件好事儿，符合它的国家利益。一个稳定和平的周边环境，才能让它安心发展经济。难道他会傻到再把自己绑到这个美国的战车上，冲在对抗中国的最前线？那真是缺心眼了。所以啊，未来的美印关系很可能就是一种表演式的友好，这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地里就是各有各的小算盘。这个剧本啊，是我们必须要警惕的，也是对印度的一个提醒。我们必须得认识到，印度呢是一个很有个性的国家，也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大国。它对我们中国有一种很复杂的历史情节。万一他就喜欢当美国在亚洲制衡东方大国那个筹码呢？那万一他为了赢得美国更多的信任和支持，主动献上一些投名状呢？比如在一些敏感问题上又跳出来配合美国搞事情，这个世界啊，只有我们想不到的，没有什么不可能发生的。所以啊，我们对未来的中印关系啊，既要乐观，也要有底线思维。但最后啊，还是想跟这个印度说一句啊，吃一堑长一智啊，别忘了这次特朗普和他的手下是怎么羞辱你们的，那种被按在地上摩擦的感觉啊，应该不好受吧？你想想，即便是中印关系最糟糕的时候，我们中国什么时候用过这么侮辱性的言辞来对待过你们？我们谈的是边界，是领土，是国家利益，但是我们尊重你是一个文明古国，所以千万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别等到哪一天这个美国又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又把你当夜壶一样踢开，到时候你被卖了，还主动帮人家数钱呢，那可真的是国际政治舞台上最大的笑话了。好了，今天就给大家聊到这儿了，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